什么鬼东西！这把不算，再来！什么不算？输了就是输了，给钱！给钱！给钱！快！拿个狗屁！给老子松开！哼，有本事下次跟老子比枪法！大哥，愿赌服输吧，赌什么赌啊？老子只赌斗鸡，我就是玩玩。哼，想要老子的银子，门儿都没有！娘的！我得先向您道个歉。本来呢，这次我是跟小龙还有陶排长一起来，结果县里有事，我就耽误了半天，结果就酿出了工作队砸酒房的事情，让您蒙受了损失不说，还差点酿出了事端。我作为带队领导，郑重地向您道歉。哎呦呦呦，阮副县长，快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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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坐坐坐坐。哎呀，这次的这个事情我听说了，主要嘛还是侄儿刁蛮任性造成的，该打屁股的应该是他。甘副县长，你得替我好好教育批评他。其实这事儿吧，也不能怪小龙跟陶排长，门是我踹的，我向您道歉。哎呦呦呦呦！不过话说回来啊，幸亏是我踹的，要换成陶排长踹的，那门就要不了了。王妹妹。罢工头人，我陈天子是有点颠，但不是不识数。咱们可是说好的20两黄金。这20两黄金，请你做什么来着？请我打下铜锣寨，把桂英妹子带回来呀。铜锣寨是打下来了，可我女儿呢？那是桂英妹子，她不愿意回来，那不能怨我吧？我老了，也活不了多久。今年的盘王节，我正好60大寿。如果到时候梦珠能回来，那10两我一定奉上。要是到时候她回不来，这10两不好意思，我还得要回来。宋克，你等会儿。那好吧，八公，10两就10两。欠我10两金子。周公，让您见笑了。其实主要责任还是在我，我应该把您要捐100担粮食的情况及时的告诉小龙，就不会出这样的事情了。哎，当然，这几位同志还有包括小龙也是过于毛躁，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批评教育。同时呢，我和王科长已经商量了，搬走的糯米如数的给您搬回来。征粮要靠自愿，这种耍威风、仗势欺人的做法一定要杜绝。哎呦呦，甘副县长，使不得，使不得，老夫是自愿的，自愿的。哎，周公，您就别寒碜我们了，我们是真心实意的向您道歉，真心实意的把糯米归还给您，您必须收下，否则您就是不原谅小龙，不原谅我们。哎呀，我的甘副县长哦，哎，我呀，真的是真心实意的。要不咱们这样，这第一呢，如果你们觉得不妥，糯米我就先留下。哎，这就对了嘛。这第二嘛，
县长，您上次不是跟我说过那100担粮食的事儿吗？你们呢，随时都可以拉走，糯米、包谷各1半。我呢是真心实意的捐，你们谁也不许拦着，好不好？啊，周公真是家大业大哈，一出手就是100担粮食。哎，怎么说话呢？家大业大的多了，你看哪个捐粮食了？周公这是对政府的一片赤诚，对人民解放军的一片赤诚。哦，对对对，一片赤诚，一片赤诚。不过呢，刚才我这话还没说完。第三嘛，甘副县长，我呀，真还是有个小小的请求。周公尽管说。侄儿这次确实是荒唐，但是呢，看在他砸的抢的，这都是咱们自家东西的份上，你们能不能给他这个批评，轻轻的批评一下？要不然他就更不理我这个反动的爸爸了。周公，虽然他砸的抢的是自家的东西，但是我们有我们的政策，青年团有青年团的纪律。该批评教育的，我们一定要批评教育，不然下次再有类似的事情，抢的砸的不是自家的东西，后果岂不是更严重？不过我们一定把今天您捐粮的事情告诉给他，我想他一定会非常的高兴、骄傲。那就好，那就好。19啊，19！啊，沉甸甸的金子。就因为你没把潘桂英带回来，少了10两黄金。他们不愿意来。废话，愿意来我费那么大劲儿啊！你才是个癫子！已经把仙人藤准备好了，咱们有本事就抢了粮食来领。阿坤，把所有女人带下山。是。阿瑞，把粮食全烧了，一件不能留。告诉我，粮食在什么地方？谁也不许开枪！今天谁要是开枪打死他，我把他活埋了！把人给我带过来！走，走。大王，这头养虎凶的很，不如让我直接砍了他。什么人凶血气旺？老子终于抓到你了！杀了我好几个兄弟，老子要把你活埋了！
捡起来。真他妈想杀老子！大人，帮帮我！快杀了我！阿爸不想落在这个禽兽的手里面呀！阿南，开枪啊！石九，开枪打死！开枪！阿南，开枪！早晚他妈死在你手里！大王，潘桂英的人已经下山了。粮食找到没有？找到了，我让兄弟们装车。阿九派下山没有？去了。啊，这样，让这个兄弟带上女人和部分粮食走磨盘岭。好，你和我另外的兄弟带上粮食走大路。明白。兄弟们，回殿山论功行赏，拿上仙人藤，快活啦！走！
我当是谁呢？嘿嘿，原来是我桂英妹妹。桂英妹子，想我了啊？不要铜头螺了。电子哥哥，是我想你了。铜头螺兄弟，我正好在想你的时候你就出现了，我觉得真是好久不见了。这样，我们一起到我银殿山去耍耍，如何？我们两口子哪有心情耍呀？自己地盘上的羊骨都被别人抢了，我们哭还来不及呢。铜头螺兄弟，你我是结拜的兄弟，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谁强不一样？一样，哎，一样。好，孩儿们，拿粮食。桂英妹子，癫子哥就喜欢你这小腰身儿，再配上你这俊模样，真稀罕人。桂英妹子，想要粮食跟癫子哥说一下，你看这上蹿下跳的闪了腰，癫子哥心疼。放屁！这粮食本来就是铜锣寨的，我跟你要不着。今天谁要敢拦着，鱼死网破！对，鱼死网破！孩儿们，别开枪！铜头螺兄弟，欧家堂是你们铜锣寨的啊。不过呢，这些粮食也是兄弟们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抢来的，要不然这样跟以前一样，一人一半。下次我去银殿山地盘上也干上一票，到时候咱俩再一人一半。哎呀，哎，那兄弟这是要明抢啊！大哥真是最讲道理的土匪了。兄弟们，把粮食都带走，一袋不留。银剑山的兄弟，这个兄弟我认，我是这个天下最讲道理的大王，所以这些东西癫子哥送你们了啊，我认了，把粮食留下，跟我撤。走，好，哎。
战斗准备。同志们，准备战斗！寨主，夫人，我吧也想像寨主一样，娶一个夫人这样念过学堂的老婆，将来也能过这个结婚纪念日。你也不撒泡尿自个照上。挺好啊，随我，有志气。摇枪不杀，不行！走！七仔，哎，你们两个保护夫人，快撤！小子，那你呢？我掩护你们。走啊！不，要走一起走，要死一起死。快走，去找你阿爸。不要死，我们俩也要死在一块儿。有娘子这句话，我铜头楼就没败过。快走！放下武器，就地投降！解放军优待俘虏！走啊！你想让我们都死在这儿吗？不要，我不走。我答应你，马上就来找你。走啊！一边！打！
夫人，没事吧？夫人，大家不要乱！大家不要乱！快抓住我！ 杨子然，上！小玉、老罗叔，你们看住特务。王妹妹，咱们去追铜陀螺。周平如这个老狗，刷戏，快！走，夫君，走。走。大娘，有没有看到一伙拿枪的土匪？站住！ 回来！走。受伤了没有？没。追！
没事吧？我没事，谢谢你，医生。奇怪了，我打中他的是肩膀，怎么人死了呢？打肩膀也能把人打死？我读书少，你可别骗我。第7颈椎棘突断裂。铜头螺是被小龙同志的手榴弹砸死的。啥？这手榴弹也能把人砸死呀？越说越玄乎了。一点都不玄乎。这个地方的骨骼非常脆弱，稍微受到重创，就有可能让人没命。要不要试试？别！小龙同志，干嘛？向你致敬。你说你这手榴弹没拉弦就能把人砸死，这样拉了弦，这汉南岛不让你给解放了吗？小龙同志很坚定，而且还很勇敢。好的时候，我们男同志不一定还能比得上你。要说你就别动了，一帮国民党残兵败将，还让你那个副舰长亲自动手，哎，有粥喝他们就不错了，咋不上天呢？他们。王队同志，什么觉悟啊？优待俘虏不懂吗？给他们煮粥和给自己煮粥是一样重要的。人家不是俘虏，是主动投降。对，他们不是俘虏，是主动投降。行，你觉得我高行了吧？你觉得我高？王明同志，打过仗没有？一看就没有。别小看了给俘虏做饭的事儿。知道我们四爷打遍了大半个中国，从东北打到这儿，为什么吗？一是靠战斗力，二就是靠给俘虏做饭。这馒头稀饭，香味儿只要一飘过去，他们就得乖乖的投降。净胡说！那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就不重要了吗？嘿，甘副县长，我跟妹妹同志说着玩呢。哎，那好吧，我来啊！我让他们乖乖过来投降，乖乖过来投降。等了半天也没动静啊，会不会搞错了？应该不会。周公和他们说好了，咱们再耐心等等。来了！哎，看来这香味还真管用哈。对呀，不是说20-30人吗？怎么来那么多人？可能是周公情报有误，不过没关系，既来之则安之，水大没不过船去。四爷打了大半中国，打到这儿，什么阵仗没见过？同志们，有战斗！后备上。可以准备战斗，但在原地保持原队形，不要让他们觉得我们怕他们了。看看阵势再说。是。
就赖这么2个人，太不把他放在眼里了。也许周围有埋伏，注意观察。妈的，要真就这么几个人，咱们过去把车抢下去走就算了。我看行。啊，把那个你护士也抢走，给你治腿去。先看看阵势再说。对面的弟兄，我是茶生县副县长甘世坚，我代表军分区，代表茶生县政府，欢迎你们向解放军投诚。这位是4野434团3营9连1排排长陶大雷同志，请你们听他的指挥。曹排长，开始吧。是。对面的弟兄听好了，请你们排成1字纵队，过来之后放下你们的武器，先把肚子填饱了，锅里边热粥热饭等着你们呢。开始吧。参谋长，我们一个冲锋就能把他们全给突走了。我不想再死人了，听从他们命令，放下武器。真要强啊！是啊，你考虑清楚了吗？我们不难上了吗？子弹不能当饭吃，都喝了快半个月了，先让兄弟们把肚子填饱再说。要真想动作，走近了更好。咱们几个人精神收拾他们一个，他们有武器施展不开。走。来，把枪都交到这里来啊！哎呀，好啊！哎，兄弟们，交好了枪，那边有热乎乎的苞米粥，随便吃，随便喝哈！有受伤的弟兄们到我这儿来，我帮你们看一下啊。哎，对，都放这儿啊！放完了去领粥啊！嘿嘿。你这腿情况很不好，有可能会引发败血症。我建议你还是尽快截肢。有什么？截肢？要是不截肢的话，你会有生命危险的。你胡说，不可能！你们这是变相杀人啊！你们啊！你们这是变相杀人啊！冷静点！参谋长，参谋长，他们要给我截肢！你干什么？你们？参谋长，有人！参谋长，参谋长！哎，长官，我这周围怎么有沙子呀？
不让流是不是？不可能啊！这都是我亲手挑的，怎么可能有沙子呢？你看，我这碗里也有。哎，哥哥，我这碗里有沙子，你们真的不把我当人呢？我亲手挑的，怎么可能有沙子呢？你亲手挑的，我看你是亲手挑沙子吧？你看看，啊，这又是截肢，又是往碗里掺沙子的。都说解放军优待俘虏，我看纯属放狗屁！呸！说什么你？刘大刚，是，把他给我抓起来！哎，你干什么？你敢说我？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腾队，注意政策。弟兄们，看没看见啊？咱们刚说碗里边有几个沙子，他们就拿枪对着咱们。这以后啊，说不准咱们虐待咱们呢。你们说是不是啊？弟兄们，我错了，是我的错，我把他磕了，还不行吗？你磕个屁呀！跑吧！你往哪儿跑？这个有雷子的！跑啊，兄弟！对。妈的，果然有埋伏。我不要截肢，我不要截肢！别逼我，你们别逼我！思明，陈思明，思明，你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军分区委托我们护送穆医生到茶城，正好路过这里。同志，你们其他的人呢？就我们2个人，是穆医生让我们在树林的2边分别开枪喊话的。就你们2个人？我明白了，2个人的埋伏。思明，你是建成？思明，是我。建成，你要救我！他们要给我截肢，他们想废了我。思明，你听我说，别激动，也别害怕，我来给你看看伤口。你总得相信吧？啊！这位同志，请问你是？我是刚刚分配来的军医，我叫穆建成。你是护士吧？我叫黄玉涵。黄护士。清晨，你是解放军？你怎么能是解放军呢？我跟着我们团的3营在祁阳起义，后来啊，就加入了解放军。这不，刚刚整编完分配到这儿，没想到在这儿能碰上你。你跟我说说，你怎么会在这儿呢？啊？我们团一过龙湖就被打散了。我们副团长是茶城当地人，带着我们投奔了第7军最早的一位副军长，说是先避避风头。不知道这个副军长跟我们副团长说了什么，我们就投降了。思明，情况不太好，伤口有些感染了，而且你现在发着高烧。不过别担心，我带了几支盘尼西林，回头让黄护士给你打上，再观察观察，能不截肢肯定不给你截肢，放心吧。哎，盘尼西林，谢书记受了那么重的伤，他都舍不得用盘尼西林，你给他用盘尼西林？建成，你看见了吗？这就是诚心，他们就是想废了我啊！他们想给我截肢。建成，你救救我，你一定要救救我！建成，看在党国的份上。哎，说什么呢？什么党国份上？废你还不够我们费劲的呢！来，王妹妹，走来，说话注意政策。就是，哎，优待俘虏，你刚才觉悟哪儿去了？你知道盘尼西林多珍贵吗？黄护士，麻烦你来操作一下。
你叫什么来着？穆建成。行，我记住你了。哎，注意消毒。魏医生，魏医生。小叶，有事吗？魏医生，我在我家附近发现了一个人受了重伤。受伤了？啊。你认识他吗？我不认识啊，我没见过。他很年轻，浑身是血，趴在那儿一动不动的，喊他也不答应。但身子是热的，还有气儿。可我也看不出到底是伤哪儿了，我不知道咋办，就来找您了。别害怕，我跟你过去看看。走。那会是坏人吗？土匪啥的？那更应该过去看看了。救醒了不就知道了吗？你等会儿，我把急救包拿上啊。好。走，站住！大晚上的干嘛去？救人啊！什么人？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什么人，你们敢去救人家？救醒了不就知道了吗？那行，我跟我们一起去。你也去啊？啊？你不怕土匪啊？我没怕什么，我有枪。带路吧。走。魏医生，魏医生，你看，脚都磨烂了，一看就是爬了很远的距离。枪伤啊，万一是土匪怎么办？不过也有可能是让土匪打伤的。救醒了不就知道了？但事先咱说好啊，人是你要救的，万一真要土匪，我可不担什么责任。小玉，帮我作证啊！好，没问题，王科长。如果他真的是土匪，我来承担责任。小玉，你们家有什么备用的门板吗？有。哎，咱们去取一块，把它抬回去。走走。刚才遗言都和你谈过了吧？是，局座已经宣布了对我的任命，钟某一定不辱使命。这次甘州办出征，我放心。此次判你会咋整？与其说是党国对你的选择，不如说是历史对你的选择。所谓望狂澜于既倒，负大责是将倾啊！不成功，则成仁。此次委屈真度艰辛啊！我送你2句话：一，团结一起可以团结个力量；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2句话不是我说的啊，是对面那个将我们逼到这个小道上的人说的啊。请就返航！不行，你知道飞机仪表盘事情意味着什么吗？必须返航！我们能不能回得去？按亮说的。怎么开飞机是你的事情，我今天只知道，就算坠毁也得到茶城，这关乎到党国的命运。不成功，则成仁。是。酒精棉，碘伏。手术刀。
给我一把镊子。怎么样了？手术做完了，但伤得很严重，需要给他打一针吗啡。什么人、什么身份都不知道，就给用吗啡，这玩意儿多金贵啊！败家子！嘿嘿嘿，曹院长，公审大会都准备好了啊！铜陀螺也开好了。咋的呀？你还不相信我呀？那怎么可能呢？我今天困了，我就不跟你多说了啊。罗主席，今天晚上我住哪儿啊？一会儿我给你安排。好，等等，陶排长，你能不能看一看，这个人是不是铜锣寨的？看这打扮，不像。铜锣寨的土匪有自己的一套装束。你别听我说啊，吗啡该用得用。罗主席，你带我去睡觉的地方。好，咱们走。哎，省着点用啊，那玩意儿金贵。省点。先生，咱们昨晚住的那个年轻人不见了。不见了？啊，他应该走不远，周围找了没有？我跟老罗叔带着人把这周边都找遍了，也没找着。他的伤口还没有愈合，我担心会感染。跑了就跑了吧，先看看特务。干部县长，干部县长，魏医生，快来看看他，这个特务情况很危险。他的身份确认了，你来看。黄金手枪发报机一样都不少，还有蓝色的派丝。能听见我说话吗？能听见的话眨一下眼睛。王贝贝，你跟那凑什么热闹？你啥时候学会看病了？嘘，小声点，好像在说什么街头暗号。哼，街头暗号，那意思你就是这街头特务呗？严肃点，我什么时候了？是。疼的话眨一下眼睛。这里疼吗？手中不动。干部县长，是创伤性气胸，由高空跌落导致。小月，你去给我打盆清水。老罗叔，你去烧盆热水。小龙，把我的急救包拿来。好。高县长，听清楚了，应该是2句诗。第一句是“铁人无泪什么什么”，第2句是“守住什么什么”。这应该是一个重要的信息或者街头暗号。你想啊，这人都已经摔成那样了，哪还有心情谈朗诵诗啊？你还能听出来是唐诗呢？那是当然，我跟你说过，哎，我书香世家。既然是特务，那就宁可信其有，不要信其无。应该没有问题，放心吧。穆医生，水打来了。大家先都回避一下，不要影响穆医生治疗。好。好。
特务应该是降落的时候摔断了肋骨，因为肋骨的断裂刺穿了肺部，所以造成了创伤性的气胸。我用针管和鼻管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让氧气进入胸腔，保持心脏的跳动。你说了这么半天，可是那特务的心跳不是还是不跳了吗？对。但是从特务最后的死因状况来看，不像是窒息性死亡。怎么说呢？更像是中毒。中毒？穆医生，这里边就你是大夫，你说话可是要负责任的。当然，所以我需要把尸体带回县城，或者送到军分区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有了最终的结果，我就可以断定。我说穆医生，你这可是一竿子打翻了一船人呢！啊，照他这么一说，他是没有嫌疑了。哎，可是咱这屋子里所有人都有嫌疑了。我给实验声明，我没通过特务啊。那可未必，这个屋子里所有人除了穆医生，还就你近距离接触过特务呢。哎，我说龙主任，你这话可是好说不好听啊！啊，我是碰过特务啊，我是干嘛去了？我侦查去了，我听他嘴里的情报去了，我那是我。对了，我怀疑穆建臣，穆建臣他是个特务啊，他怕特务跟他接头，所以哎，他先把特务给杀了，这叫杀人灭口，杀人。王妹妹同志，不要轻易乱下结论。王妹妹同志，我再声明一点，把鼻管插进脖子是为了治疗气胸的一种非常规方法，这种方法可能不好用，但是绝对不会因此而让人死亡，明白吗？你说这些我不懂，我就看见你在特务身上忙来忙去的，一会儿又是针管又是鼻管的，然后特务就死了。王妹妹，我说过，特务的死可能还有别的原因在。还有，你可以怀疑我的医术，但是你不能怀疑我的人品。行了吧，说拿笔管插人脖子里，心得有多狠？好了好了，这件事仅靠我们几个也未必说得清楚，就按穆医生的办，把尸体带回县城，有必要送到军分区鉴定个水落石出。唐队长，你带着你们工作队这就护送尸体回县城，针管和笔管你也带着，回头送到我办公室。是。穆医生，不好意思。回去路上还要委屈你一下，以防万一。穆建臣，现在你的嫌疑最大。来喜，到，把人绑了。不急，出发时再说。其实吧，我觉得穆医生也不会这么明目张胆，是吧？在我们眼皮子底下，他就敢把特务给杀了。你说那他智商那……哎，正也是你，反也是你，扁了圆了都是你，你到底有没有立场啊？
所以他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嘛。不是我，你看，那不说要绑的是穆医生，又不是我，你们这针对我干嘛？咱们也就是内部矛盾啊。我们当天的首要任务是给我们攻打海南岛的大军筹备军粮。军分区首长给我们的任务是8万担粮食。8万担啊！这对我们刚刚成立10天的新政府来说，可并不是一个轻松的数字啊。石坚同志，怎么样啊？我可是和军分区首长拍了胸脯的哟。谢书记放心，我就一句话：大军能不能打下海南岛，首先要看我们茶城能不能争到这8万担粮食。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千万别跟我客气。县政府已经动员县里各驻军干部战士和县政府部分工作人员化整为零，组建多支武装征粮工作队。明天一早，直接下到各定点乡村，与当地农工会干部会合，一同开展征粮工作。好，我亲自带一个工作队去周公所在的莲花乡。今天周公当面向我表示，要给政府捐100担粮食。100担，能解决问题啊！我去把这个100担粮食落实一下，然后再开个表彰大会，把周公的典型竖起来，把征粮工作引向深入。应该的，像周公这样的支持我们新政府工作的开明绅士，我们就是要给他站脚助威。报告，进来。好，去吧。同志们，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距离我们县城最近的一个土匪窝点铜锣寨已经被我们大军扒下来了。哎呦，真是好消息啊！匪首铜头罗已经被活捉，当地农会已经接管了铜锣寨。好消息啊！好消息，这太振奋人心了。对，真是个好消息。1天之内，既肃清了茶城境内的国民党残兵，又打下了铜锣寨，茶城人民的太平日子开始了。是啊，是啊。3万，4点4呀，3点9万，放手啊！输了，大妈，你看，三儿啊，你心眼比老子多，花钱你不行。爬到我！九哥，你们来，老九，大家好。谢谢大人。哎，十九哥回来了，怎么样了？兄弟们，这次你们沾了老19的光了，每人多上1根仙人藤。谢谢十九哥。人安排好了。你怎么了？在山下，他们遇上了一些逃出的手下，就一起走了。你拦住把他们带上山来嘛！他们不来。大王，早晚得死在你手里。大王，时间差不多了，弟兄们都等着呢。您说说。兄弟们，这次打欧家塘，兄弟们敢打敢杀，舍得卖命，老子高兴啊！老规矩，论功行赏，谁的功劳大，门口的女人谁先挑。来，十九哥，我已经替你先悄悄地挑过了。外边有一个姑娘，长得特别水灵，对，长得特别像那个小玉姑娘。哎，你这样，你把她拉回去，就当把小玉姑娘给办了。哎，
不许说小语，听到了？嘿，哎呀，妈的，不识好歹，点子一个。大王，大王，刚才说什么？大王，没说什么。大王，大王，大王，再当着老子的面说那2个字儿，就把你这个小辫子给你蹬掉，给你点了天灯。爹，滚！就让陶班长别歇着，直接把陈癫子也收上。饭要一口一口吃，仗要一个一个打。当务之急还是征粮，解放全中国就看咱这8万担了。妹妹同志，你放心啊，这铜锣寨一除啊，这银殿山的陈癫子呀，他也蹦跶不了几天了，是吧？是有道理，是。谢书记，我有个建议，能不能把铜头螺的公审大会放到莲花乡，和莲花乡的征粮动员大会放到一起开？会上再对周公进行表彰，这样既杀了反动派的威风，又树了正面典型，2条路，2种结局。好啊，我同意啊，但是这个工作要做细致啊，要充分征求周公的意见。如果人家同意捐，我们再表彰，不能8万硬上弓啊。明白。哎，火要烧旺，旺火出好酒啊！哈哈哈哈哈！大小姐，请叫我龙芷文同志或者小龙同志。好，小龙同志，这酒房啊是周公的眼珠子，咱是不是找你爸爸再商量商量啊？没得商量，海南岛打不打得下来，就看咱们能不能征到粮食了。周家粮食多，必须带这个头。还是小龙同志酒够高。再说有陶班长在这儿，怕什么呀？不是你干什么你？抄家了你啊！我还在这儿研究违反政策。我不是想着我踹的就省得你踹了。胡说！我踹的那都是反动派的门，这是统战对象的门，能一样吗？什么觉悟？没事，如果不交粮食，就抄家。走。走。哎。小姐来了。你好，周昭贵同志，请叫我龙芷文同志，或者小龙同志，叫小龙也行。小龙同志啊，不知小龙同志来昭贵同志这儿有何贵干？我们是莲花乡武装征粮工作队的，现在大军攻打海南岛，急需粮食。您呐，就代表周家带个头，这可是周家的光荣。我的大小姐啊，不，小龙同志，为这事儿，罗主席来找过我好几次了，可我这儿也没有多余的粮食啊。没有是吧？这是什么？酒料啊！酒料。解放海南岛的将士们连包谷都不够吃，你却用上好的糯米当酒料。昭贵叔，周昭贵同志，您这么说不害臊吗？嘿，大小姐啊，同志，哎呀，这做米酒啊，一定要用上好的糯米做酒料。用包谷做酒料，那是包谷酒。老爷只喝米酒，从来不喝包谷酒，而且老爷只喝自家出的米酒。为什么？除了昭贵同志的手艺之外，还需要这上好的糯米做酒料。而且这糯米它也分个3、6。停！您这套酿酒经我从小听到大。我也告诉你，周昭贵同志，旧社会里，我爸爸作威作福，用剥削来的粮食酿酒喝也就罢了。现在是新社会了，
人民当家作主，他的粮食就要为人民服务。解放军攻打海南岛是为了让海南岛更多的穷苦老百姓过上幸福的生活，所以我们就要用更多更好的粮食去支援解放军啊。那也不能说是为了海南岛人民过上好日子，就不让老爷过上好日子吧？我爸他周培龙的日子还想要怎么好？前线解放军和海南岛人民吃都吃不饱，他周培龙已经有上好的糯米用来酿酒喝了，他还想要怎么好？志儿，你不要太过分了。怎么着？到了新社会，做女儿的就可以直呼自己爸爸的名字了。这当了共产党，就连祖宗的姓都给改了，就六亲不认了。共产党就是这么教育你的吗？周昭贵同志，是我自己要跟这个反动家庭断绝关系的，是我自己要改自己的姓氏的。你少拿共产党做文章。你说我可以，但绝对不允许你说我们的党。大小姐，一句话，今天你和你们的共产党休想从我这儿拿走一粒粮食。都愣着干什么？干活！你想干什么？哎，小龙同志，你敢？小龙同志，哎，别激动，别激动。小龙同志，有话好好说，别激动嘛。你闪开！这是我家的酒坊，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当然知道是你家酒坊了，你现在是青年团团员，更不应该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对吧？给你。哎！完了你了！来人！都给我围起来！都给我围上！哎呀！乡亲们，乡亲们，把枪放下，把枪放下！快，不要激动啊！这是咱们县里来的征粮工作队的同志啊！这次征粮是为了解放海南岛、解放劳苦大众的。大家把枪放下，快把枪放下，不然的话，咱们要犯大错误的呀！西侯哥，三官，这都是自己人，快让大家把枪都放下吧。自己人？你见过有自己人在自己人家里抢东西的吗？周大贵，这是谁反了呀？这长枪短炮的招呼着啊！我瞧瞧都什么玩意儿啊？汉阳造、中正市，嚯，还有鸟虫呢，家伙事儿够全的呀！啊，你们小小的莲花乡有这么多好的装备，小瞧你们了。乡亲们，听我说啊，我们征粮呢是针对地主富农的，跟你们这些贫下中农没关系。你们赶紧把枪放下，都回家去，该干什么干什么。要不然的话，你们就是跟地主富农穿一条裤子，明白吗？明白吗？行，我四爷从四平打遍了大半个中国，打到这儿，我陶大雷就喜欢这个镇长，就你们这几块料，想干什么干？陶班长，陶班长，别这样，有话好好说嘛。你到底跟谁活了你？我们是解放军，对待老百姓，总得讲究方式方法吧。大伙听我说，把枪都放下吧，消消气儿，有话好好说。别让矛盾升级了就不好了。看不出来吗？矛盾已经激化了。赵会书，哎，赵会书，赵会书，怎么了？赵会书，赵会书，哎，我冲前开的枪。赵会书怎么了？赵会书，赵会书，哎，大伙儿可都看见了啊！是心脏吗？可能是心脏病犯了。你看，都怪你，把心脏病吓犯了。
大军仗势欺人，不光抢粮食，害得赵公叔心脏病犯了。如果赵公叔今天有个3长2短的话，你们一个都撵走！大家不要围在这，保持空气流通。够了！阿华，上！哎呀，这个死狗！还是狗能治心脏病啊？我也头回听说，装的挺像。江湖医生，我从小跟着他一起长大，他什么身体状况，我还能不清楚吗？王科长、罗主席、小玉，咱们把这里的粮食通通清点一下，然后再组织人运走。我家的东西我做主。好嘞，干活。同志们，来吧。